2022年9月8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她于1952年2月6号继位，共在位70年7个月零2天，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全球约有27个国家拥有王室，这些王室大多远离公众视线。然而，英女王作为英联邦的象征，选择了亲民路线，在白金汉宫中开辟出了一个展厅，陈列王室收藏，并史无前例地向普通民众开放。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也引用深受英国民众喜爱的二战歌曲，向英国人保证我们会再次见面。伊丽莎白二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受人喜爱的王室形象，不少英国人甚至将女王比作自己的家人。那么，女王逝去，这对英国王室，甚至是英国的整个政治结构意味着什么？来洞察关键。9月11号上午10点，女王灵柩从巴尔莫勒尔城堡历经6小时车程，来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荷里路德宫，沿途有数以万计哀悼她的群众向她送别。9月13号，女王的灵柩从苏格兰爱丁堡运抵伦敦白金汉宫。14号，女王的灵柩将被转移至威斯敏斯特宫停留数日，民众可前往悼念，直到19号举行葬礼。9月19号是英国的公共假日，伦敦西敏寺将举行国葬仪式。英国安全部门正在规划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安和保护行动。围绕女王身后事，被列为英国最高机密的伦敦桥行动被媒体爆出。这一计划详细安排了女王葬礼前10天要做的事情。该计划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女王本人的监督下进行定期修订和准备。英国每位王室成员的去世消息都拥有一个密码代号。1952年，女王的父亲乔治6世去世时，密码是海德公园角。按照计划，女王过世后，她的私人秘书将以伦敦桥倒了作为代号，向首相通报消息，随后逐一知会政府和军方高层。首相会将消息转告代表女王协调政府工作的枢密院事务局，接着再发邮件通报各部大臣。白厅需在邮件发出10分钟内降下半旗致哀，王室官网将随之改为黑白页面，并加入确认女王逝世的简短声明。政府网站全部改用事先准备好的黑色版面。目前，白金汉宫尚未公布参加女王葬礼的人员名单，但世界各国多位领导人已经宣布参加女王葬礼。美国总统拜登上周5宣布，他将参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已宣布将参加。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和总督辛迪基罗夫人也将出席。日本宫内厅正在推进天皇出席女王的国葬的计划，预计皇后将共同出席。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正在考虑参加女王的国葬。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已经宣布将参加英国女王的葬礼。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政府文件显示，对于参加葬礼的数十位总统、国王、王后和首相制定了严格规定，敦促他们乘坐商业航班，以免给伦敦的机场造成太大压力。同时，这些外国国家元首还需要集体乘坐公交车前往西敏寺，而非搭乘私家车。对此，安保专家、前美国特勤局特务米勒直言，美国总统永远不会乘坐商业飞机或公交车。葬礼仪式结束后，女王的遗体会被安葬在温莎城堡，在圣乔治教堂进行落成仪式下葬。圣乔治教堂是王室经常选择用于婚礼、洗礼和葬礼的教堂，这里也是女王已故丈夫菲利普亲王葬礼的举办地。整个流程下来，预计会花费上千万英镑。当地时间9月10号上午11时，女王的长子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正式登基。现年73岁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是英国历史上担任王位继承人身份时间最长的王储，也是英国历史上登基时年龄最大的君主。当天，查尔斯3世发表了他作为英国君主的首次电视讲话。Throughout her life, Her Majesty the Queen, my beloved mother, was an inspiration, an example to me and to all my family. 国王还宣布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交棒给王储威廉王子，凯特也成为王妃。
英国是近代第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这部法律使英国确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也为殖民时期英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让英国一度享有日不落帝国之名。1701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1701年王位继承法。作为权利法案的补充，这两部法案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其中后者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基本确立，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今，英国王室虽然在法律意义上还有较大的权力，包括解散议会和任命首相等，但现实中，英国王室已有数百年未行使过该权利。即便如此，英国王室在英国的文化中仍然享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伊丽莎白二世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公益事业，不仅在国际上维护英国的形象，更在国内主动提出裁减王室成员，以削减王室开支，收获了国内民众的一致好评，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地位与开明形象。在位70年间，女王出访海外300多次，到过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她还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英国君主。1986年10月，伊丽莎白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历史上英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华。伊丽莎白二世经常邀请摄影师在巡游活动和人群中拍摄她的近影，每年通过电视播送圣诞祝词。女王还积极支持互联网社交，她个人拥有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的时间比她的孙辈还要早。2014年，女王在访问伦敦大英科学博物馆期间发布了她的第一条推文。2019年发布了她的第一则 Instagram 帖子。为了吸粉，她还聘请了社交媒体运营官。有分析就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打造了一个稳定、守规则的君主形象。尤其是在世界政治局势动荡不宁、变幻莫测的当下，女王扮演了英国文化的稳定器。无论是英国英联邦的虚位首脑，还是大不列颠的联合王国的元首，亦或是王室大家庭的老祖母，作为一个100岁老人，经历了世纪风雨，在大众场合大都以微笑示人。他成为了一个符号，既是粘合剂，也是稳定剂。不过，英文媒体报道称，女王去世后，英国王室还能不能存续，值得打上个问号。近年来，英国王室争议不断，女王孙子哈里王子脱离王室，哈里的妻子梅根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暗指王室存在种族主义，引发巨大争议。近期，女王次子安德鲁王子在美国面临性侵指控，女王因此剥夺了哈里王子和安德鲁王子的王室赞助人身份，而女王的继任者新国王查尔斯3世在英国并不受欢迎。上世纪90年代，查尔斯与戴安娜王妃离婚一事影响至今。据易普所调查公司显示，去年查尔斯仅被11%的受访者选择为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37%的英国民众支持威廉王子继承王位，超过了如今已继位的查尔斯3世34%的支持率。如今王室形象大不如前，查尔斯3世恐怕没有女王一般的个人魅力与权威，以平息目前关于王室负面新闻的争议。查尔斯3世在努力向他的母亲学习当国王超过60年，是全球最长时间的实习生，但他的内功离其母差距很大。在登基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誓后签字环节，查尔斯就几乎翻车了。他在圣詹姆士宫里面的宝座室准备就坐，期间要签署公告文件确认誓词，但因为签字桌太小，而公告文件又太大，占据了桌面大部分，这让他的签字显得很局促。而桌上还有笔和墨水瓶，国王显然施展不开，他用龇牙的嘴型表达了内心。英国王室是全球最古老的王室之一，也是全球开销最大的王室。据统计，2021至2022财政年度的君主拨款达8630万英镑，比上一财年小幅增加了40万英镑，约等于每名英国纳税人贡献了1.3英镑。不过，这笔钱并非要每个纳税人掏腰包，它主要来源于英国皇家财产局对王室的房地产、土地等不动产的管理收益。据了解，英国君主拥有大量土地，
但自17世纪开始，英国国王把这部分土地交给政府，英国财政部每年将土地利润按一定比例返还，用于王室公务开支、维修宫殿等。据英国卫报去年曝光，英国女王于1973年11月利用女王同意来影响当年英政府立法，以避免其私人财产公诸于世。这是女王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利用王室权力干政的例子。尽管外界估计她的财产已达数亿英镑，却从未得知真实金额。近期，福布斯杂志估计，伊丽莎白2世女王的财富约为5.3亿美元，新国王查尔斯的财富估计约为3.2亿美元。此外，王室还能获得一项名为补充君主拨款的收入，主要来自白金汉宫等地的观光、旅游等收入。2021至2022财年，该款项小幅上涨至990万英镑，上财年则为940万英镑。近年来，英国年轻世代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废除君主制的声音。有许多民众认为，王室每年花费用昂贵，明明拥有巨额私产，却仍然接受公共财政补贴，这对普通百姓构成了巨大的不公。也有人认为，英国是世袭君主制，这意味着无论继承者的品行如何，都可以继承王位。英国人民应该有权利弹劾元首，而世袭君王则不受民众监督。无论是英国国内还是英联邦国家，废除君主制都需要修改宪法，这是需要时间的。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王室这套制度在英国仍会继续存在下去，哪怕出于旅游的需要。王室能否长期存续，英国民众已经给出了答案。根据2022年易普所最新民调，有接近80%的英国民众认为10年之后还会有王室，但只有42%的民众认为50年后还会有王室，只有不到30%的英国民众认为100年后王室还会存续。9月8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去世，终年96岁。那有很多分析就表示，这标志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女王她意味着什么？那女王的去世对英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就像特拉斯时任的新任的特拉斯首相说的，英女王就是英国的基石。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爱戴的女王70年了，其实人会有一种非常习惯性的思维，就是女王在就好像家在国在的感觉。那么这样一个惯性的思维，虽然他们都知道查尔斯3世是终有一天会登基会继位，那么但是大家好像一下子都是比较难以承受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过去，大家都觉得很迷茫到底能够重塑一个怎样的一个英国的社会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个谱。在英国的文化和政治中，王室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英国纳税人为什么愿意花钱来供养这些王室呢？石先生，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颁布之后，英国的王权已经受到了很大限制，但是实际上英国的这个国王还仍然具有解散议会权、否决议案权以及大赦权。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英国女王很少行使这件权利，好像是一个橡皮图章。这恰恰反映出英国女王的一个智慧，因为女王知道，越干预政治，越会激起英国民众对王室的反感和不满。那么，英国人民为什么还愿意让国家拿钱来供养王室呢？首先是由于传统，我们英国王室有1000年多年的历史，1000年的风雨是王室能够得以延续下来，恰恰证明这个说明英国民众非常重视历史，希望维持王室的存在。第二是象征。英国王室作为英国的一个国家的象征，是英国软实力一种表现，也是英国维持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保证。第三是精神支柱。每当英国遇到战争和重要的困难时期，王室及王室成员往往以自己的行动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是这个整个英国民众的一个精神支柱。第四，也是从经济上来看。每当举行生日庆典的时候，各国游客大量的涌向这个英国去进行观光旅游，这样带动了英国的旅游业、文化产业、服饰产业以及相关产业。那曾先生，在您看来，英国民众是怎么来看待这个新国王查尔斯的？他有没有机会重新刷新民众对他的印象，并且提升他们的王室形象？首先，青年的时候呢，他是应该说是一个
世界上最有名的王室的王子，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够吸引世界的媒体的目光，包括他跟谁谈恋爱，包括他在沙滩上做了个什么动作。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因为他个人那个生活的一些危机吧，就说刚才你讲到的一些丑闻，对他来讲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包括他的形象。而到了老年以后，特别是从中年到老年这个阶段，查尔斯其实他涉入到很多的公共的生活，比如说他就很有鲜明之见的提到那个环境保护和气候变暖的问题，这点实际上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讲是给他很大的加分的。而事实上，随着他年纪的成长，查尔斯王子他个人展现出来的很多的那个魅力也好，亲和力也好，包括他现在跟卡米拉的那个婚姻的状态，其实让很多英国人，特别是上了年纪人，慢慢就说赢得他们的心，给他很大的支持。在最近的话，他继位之前，他其实受到民众的那个好感是一直在上升的，这个有一些数据的支持。英国女王去世之后，在英国国内，甚至在英联邦成员当中，会有一些人会呼唤要废除君主制，来这个实行共和制。但是我相信，作为英国民众，从他们的历史延续性来看，大多数民众还是希望维持英国国王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稳定的一个基础和象征。伊丽莎白二世不仅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其海外领地的元首，是其他14个主权国家承认的元首。这其中就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因为女王长期居住在英国，所以会委派总督来统治这些国家。每个省还有委派省督，以保证女王的统治可以触达领土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些国家曾经是英联邦王国，后来改为了共和制，不再有国王，但是依然留在了英联邦内。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都是这样。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公众对君主制的支持率在近10年来一直保持在50%左右。是走向共和还是保留君主立宪政体的讨论也从来没有停止。此外，加拿大等国国内也纷纷出现了类似的呼声。尽管在2018年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女王声称她真诚地希望查尔斯能够在她之后继续担任英联邦的元首，其他政府领导人也欣然同意。但是，鉴于查尔斯的个人魅力和外交影响力与女王相去甚远，不排除部分英联邦小国可能因为利益而选择脱离。Will you solemnly promise and swear to govern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Pakistan, and Ceylon, and of your possession and the other territories to any of them belonging or pertaining,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laws and customs. I solemnly promise so to do. 英联邦指的是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国际组织，其中大部分国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70年来，在伊丽莎白2世女王的苦心经营之下，维系了英联邦的团结。尽管英联邦长期在国际事务中缺少话语权，但英联邦在国际贸易和经济社会领域还是有所作为的。数据显示，2016年，英国对英联邦成员的进出口额分别占英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9%和7.8%。此外，英联邦成员共同的法律制度、贸易特惠制及日益增多的文化交流合作，也是促进英联邦存在的有利因素。因此，还吸引了一些期待发展机遇的小国。2013年3月11号，英联邦成员国在伦敦签署了阐述核心价值观的宪章。宪章的扉页上便是英女王的签名。这则象征权力平等和更多贸易自由的宪章，让柬埔寨这些本与英帝国没多大瓜葛的国家也表达出对加入英联邦的兴趣。但在英联邦里，除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他国家只要一天带着英联邦王国的头衔，就意味着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被不断提醒。因此，作为英联邦王国成员国，加勒比海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加斯顿·布朗在9月10号就表示，该国将在英女王去世后3年内进行共和制公投。布朗解释称，这不是安提瓜和巴布达与君主制之间的敌对或者分歧行为，这只是我们完成国家独立的最后一步，确保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虽然法律程序复杂，但退出英联邦王国也有成功案例。
去年11月，从启动谈判到最终实现改制，耗时20余年的东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正式脱离英联邦王国，成为共和国。此前担任巴总督的桑德拉·梅森宣誓就任该国首任总统，取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新的国家元首。当时的查尔斯王储还亲自出席了这场与英国王室一刀两断的典礼，坦诚奴隶制留下的历史污点，见证了该国著名歌手蕾哈娜被授予国家英雄的荣誉称号。另一个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此前就透露，已启动脱离英联邦王国的程序。据牙买加8月的一项民调显示，56%的牙买加人支持取消英国君主的国家元首地位。牙买加政府去年还宣布，计划要求英国进行赔偿，因为英国曾强行运送约60万非洲人到牙买加甘蔗与香蕉种植园工作，为英国奴隶主创造财富。在英国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下，数十万非洲奴隶在残酷的条件下辛勤劳作，期间发生了多次血腥的叛乱。今年3月，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出访加勒比地区，本来是为了开启女王登基白金禧年的庆典，稳住当地民心，结果却遭遇了尴尬。在伯利兹，威廉王子夫妇想参观一处农场，却因为跟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地老百姓的抗议下取消了行程。到了牙买加，更是直接被牙买加总理当面告知，很快要退出英联邦。而巴哈马政府更是敦促英国王室就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进行充分正式致歉。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呢，就君主制它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国家政体形式，君主立宪制呢是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留的政体形式，而共和制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政体形式。就好比今天我们看到的德国联邦德国共和完了美国的这种美利坚合众国这种共和制。那么既然英国女王仅仅是英联邦成员国的名誉元首，既然英国全球影响力衰落，就没有必要再抱残守缺，维护过时了的君主立宪制。所以说退出英联邦去英国化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其实就如今的英国来说，是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4个地区共同构成。由于历史原因，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多次蠢蠢欲动要脱离英国，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总是希望弥合分歧，凝聚国家。实际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对苏格兰的感情很深。她的母亲来自苏格兰的斯特拉斯莫尔伯爵家族，她的童年常常是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或外祖父母家度过。即位以后，伊丽莎白二世每年夏天都会前往巴尔莫勒尔避暑，甚至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也是在这座皇家城堡中度过。面对苏格兰表现出来的离心力，她不仅带着家人到苏格兰避暑，还让长子查尔斯和长孙威廉在苏格兰接受大学教育，力图拉近王室与苏格兰的关系。在她的维系下，苏格兰人对英国政府长期不满，对王室却充满敬意。英国独立报称，女王从来不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过她在某些场合也透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比如民众都知道她希望苏格兰留在英国。1977年，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迎来加冕25周年之际，面对苏格兰和威尔士就获得更大自主权而举行公投，她在议会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她将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2014年，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女王在巴尔莫勒尔城堡度假时参加礼拜活动，走出教堂后与等候在外的民众交谈时表示，希望人们非常慎重地考虑一下未来。最终，公投结果为55%反对独立，45%支持独立。结果公布后，女王发表书面声明，显示她松了一口气。不少舆论认为，苏格兰的公投最终没有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王的声望。苏格兰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那么在1707年以后呢，才被大英帝国吞并嘛。但是被吞并以后呢，我觉得苏格兰它在自身的宗教，在它的文化以及民族的这些认同感上，始终与英国格格不入。第二点闹独立的因素呢，是苏格兰地广人稀，它拥有丰富的油气和渔业的这些资源，当然呢，每年好像被英国政府给它剥夺掉了，是剥削掉了，所以说引起了苏格兰这种民族主义者的不满。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一向主张民族独立的苏格兰民主党影响是日渐扩大。
苏格兰民众对独立的心态很矛盾，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女王的尊重啊。如果女王要没了的话，恐怕这部分人的心态也会被民主党忽悠了，恐怕也会改变原来的初衷的。自英国决定脱欧以来，苏格兰的独立情绪再次高涨。由于苏格兰人口只有英格兰的1/10，苏格兰的意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格兰民众被进一步激怒。加上英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也提升了苏格兰民众想要离开英国的意愿。2021年5月8号，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连续第4次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党魁斯特金留任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这也让独立话题卷土重来。今年6月28号，斯特金在苏格兰地方议会宣布，他领导的政府计划在2023年10月19号举行第2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假如英国中央政府拒绝按法律程序授权，苏格兰地方政府将采取法律行动，确保公投进行。而这次没有了伊丽莎白2世女王的英国，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王查尔斯、首相特拉斯的组合能否挽回苏格兰民众的心意，成为英国当下的棘手难题。查尔斯啊，他现在已经是古稀有事了。那么特拉斯呢，他缺乏领袖应该具有的这个气质和眼光。所以说，这2个人呢，似乎都在英国，我觉得都缺乏民众的一个普遍的支持。如今女王呀驾鹤西去，那么英王室和英政府如果拿不出一些干货来吸引要求民族独立的民众，那么缺乏领导能力的英国政府和缺乏个人魅力的英国王室啊，就很可能会加速英国国内的分裂。那请教一下史先生，那在您看来，在英国经济日益衰弱、其他地区性组织层出不穷的当下，英联邦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会不会被其他形式的组织所替代？恰恰相反，英国2战之后地位的衰落更加证明了英联邦的重要性。我们知道，2战之后英国地位衰落，恰恰英国实行了3方外交。那么它3方外交呢，一个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第二个是英美特殊关系，第3个是与欧洲的关系，也是欧盟与欧洲共同体的一个合作。那我们知道，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实际上它3方外交变成2方外交。这样的话呢，这两环，一个英美特殊关系，一个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对英国维持大国地位更加重要。所以恰恰呢，不会说因为这个女王的这个去世而影响到英联邦的一个存在。另外，从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一个存续来看，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它产生之后，只要不伤害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说呢，它会继续延续下去。大家知道，2战之后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北约，我们的北约成立初期，它是应对苏联的威胁而成立的。但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北约就终止了存在。这恰恰证明这个一个组织的一个生命力，它是有多方面原因来决定的。2014年呢，苏格兰曾经举行过一次独立公投，那当时英女王就罕见地发表政见，劝说苏格兰民众三思而后行。那请教一下杨女士，那在您看来，苏格兰第一次公投会失败的原因，那英女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苏格兰人对英女王的爱戴，这个情感因素是绝对是占上风的。那么英女王在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对苏格兰有着绵延长久的爱，这种爱其实凝聚了苏格兰人的对大不列颠英国整个的一个情愫吧。55%的人对44%的人决定留在英国。那么从这个概念来说呢，第一次公投的失败完全是因为英女王的存在。那对此有分析认为女王去世可能会导致以苏格兰为首的地区加速独立，令英国面临分裂的压力。曾先生，您怎么看未来苏格兰会走向何方？苏格兰民主党对，它是一个非常极力的推进，就是说苏格兰独立的一个政党，而且它是在苏格兰地区的执政党。目前他们会有一些行动，比如说他们想发起第2次公投，那么英国政府也会做出一些反应，包括王室的话应该也会在最后表示自己的意见。重要的是，虽然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有很多苏格兰人或者说意见觉得苏格兰要独立，但是真正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会有多少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如果谁愿意去做这个赌的话，有可能会引爆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结果。苏民党来讲，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选项，或者不能够在这个选项上得分的话，他们就意味着失去了对苏格兰的那个控制权。北爱尔兰也是英国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那今年支持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赢得了北爱尔兰地区选举之后，也加剧了这股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这个在今年5月这个北爱尔兰地方选举当中啊，英国的这个要求独立的政党新芬党在议会当中获得了议会多数，但这个多数也不足1/3，还不足以这个达到这个更多的一个要求。我们根据北爱尔兰的一个最新民调证明，大多数英国这个北爱尔兰人还是希望这个能够留在这个联合王国之内的。另外，从这个在英国脱欧之后，我们知道英国政府与欧盟签署一个北爱尔兰这样一个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呢，实际上规定北爱尔兰这个它是在英国唯一的还这个能够与欧洲统一大市场相联系的这样一个英国的版图。实际上，这对北爱尔兰来讲，它实际上占了两头的好处。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北爱尔兰呢，它由于这样一个地位，反而呢，它发展的潜力更大。当地时间9月9号下午，英国首相特拉斯在位于伦敦的白金汉宫觐见新任国王查尔斯3世，这也是查尔斯3世作为国王首次接见英国首相。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现年73岁，是英国历史上登基时年龄最大的君主，而新任首相特拉斯47岁，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首相。最年轻与最年长的组合将如何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在外表形象和强硬做派上频频复刻撒切尔夫人的特拉斯，能不能成为英国革旧从新的新铁娘子呢？来洞察关键。当地时间9月6号，面带微笑的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发表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讲话，并宣布新内阁，承诺将会带领英国度过风暴，重建经济。We shouldn't be daunted by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s strong as the storm may be, I know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are stronger.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就职典礼上，一贯喜欢模仿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特拉斯，却在演讲中学起了2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口吻，援引其名言，承诺将今天就采取行动，通过减税和改革的大胆计划，让英国成为一个理想国家。今天就采取行动，最早是1941年10月，丘吉尔回复图灵等4名破议员请求支援的邮件时给出的指示。后来，丘吉尔将这句话印成贴纸，贴在备忘录和文件上，作为对于工作人员的提醒和督促。然而，特拉斯今天就采取行动中的最重要行动——组建新内阁，却备受争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新名单中所谓4大要职打破传统，没有一个白人男性成员。其中，特雷斯·科菲被任命为副首相兼卫生大臣，是一位白人女性；夸西·克沃滕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其父母均为非洲移民；詹姆斯·克莱弗利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其母亲是非洲移民，父亲是英国人；苏拉·布雷弗曼被任命为内政大臣，父母均为非洲移民。有报道称，英国执政党保守党95%的成员是白人。新内阁的任命打破了英国由白人男性主导内阁4大要职的政治传统，创造了历史。She's brought in people who were clearly her supporters, and it's quite clear that she's rewarding their loyalty. 事实上，这4大要职都是特拉斯的自己人。副首相兼卫生大臣科菲和特拉斯2人相识25年，还在同一年竞选议员。2人既是政治盟友，也是挚友。在保守党党首选举中，科菲担任特拉斯的竞选经理。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特拉斯担任外交大臣期间是其副手。内政大臣布莱弗曼此前参与了保守党党首竞选，出局后转而支持特拉斯。财政大臣科沃滕和特拉斯私下关系也不错，他们2家还是邻居，都在伦敦东南部格林尼治的同一条街上买了房子。2人还在2012年与其他人合写了《释放不列颠》一书，建议取消国家监管。现在英国的新内阁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是它是一个散装内阁。约翰逊内阁的大部分人都被清洗，特拉斯组建班底时呢，既考虑到掺杂更多的自己的支持者，同时又兼顾西方国家的所谓政治正确，比如说促进所谓的多元化，这就导致了内阁成员的鱼龙混杂。二是拉拢他党内的团结，我们知道现在保守党内是十分碎片化跟分裂的，特拉斯必须得支持到各个派别的支持，才能延续他的执政寿命。因此必须得给党内一些派别的头头脑脑搞出一些位子来。
我们看到最新内阁的很多职位并没有具体的分工。其三就是搞招安，我们注意到很多人在保守党魁的竞选过程中放弃了参选，并且转而支持了特拉斯。这些人呢都被安排了差事，而跟他竞争到底的人则被排出了内阁，表明了特拉斯试图通过操纵人事安排来显示其所谓的领导力跟党内的掌控力。在这种背景下，特拉斯在当选首相后的公开讲话中，首当其冲就把应对经济挑战、能源危机以及增强国民医疗体系作为其当政后的3大工作重点。当地时间9月7号，他首次出席议会首相质询，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Well, I understand that people across our country are struggling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and they're struggling with their energy bills. And that is why I, as Prime Minister, will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help people with the cost of their energy bills. But we can't just deal with today's problem. We can't just put a sticking plaster on it. What we need to do is increase our energy supplies long term. 次日，特拉斯也在议会公布政府紧急能源计划，以限制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目前，根据能源部门预估，未来这个冬天寒冷的天气加上天然气短缺，将导致该国电力短缺。到了明年1月，英国可能要经历长达几天的断电状态。不过，路透社却并不看好特拉斯的计划。评论认为，此举或能降低通胀，却会使政府借贷增加超过1000亿英镑。除此之外，特拉斯还打出了减税牌，将原本应在明年提升至25%的企业税率维持在19%，同时叫停环保税。此举受到了前财政大臣苏纳克的警告，认为该计划会给财政留下一个500亿英镑的黑洞。英国财政研究所也对新首相是否有空间进行大规模永久性减税表示怀疑，他们担心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已经飙升的物价。它的这个病根儿还是在于现在这种国际上面的供应链紧张、粮食、能源等等这些产品的大幅上涨，同时这些产品上面大幅的依赖进口的情况下，那么它这种输入性的问题是持续的。那么对于它的这种减税跟这种补贴来说呢，它一定程度上会缓和中低收入的群体的这种生活负担，但是它对于这种促增长、促进生产，以及在这种英国经济特殊的背景下，它实现竞争力的增长是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的。目前令特拉斯更为棘手的是，英女王的离世让英国政府目前处于完全瘫痪状态。一位工党议员接受英媒采访时表示，在英女王葬礼前，预计政府不会启动任何会议议程。英国自由民主党宣布取消原定于9月17号开始的议事安排。卫报指出，最受民众关注的能源计划细节原定于本月由财政大臣公布，但现在可能要推迟到10月。对此，有评论表示，尊重女王是对的，但在接下来的12天里，民众的贫困不会消失。英国工会联盟也推迟了原定上周末举行的年度会议。卫报援引英国政府内部人士的消息称，党派及工会成员目前骑虎难下，没有人想成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因为这将被视作不尊重女王。而在外交方面，新首相的动作同样引人关注。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是和英国新首相对话的第一人。英国首相府当天还确认，特拉斯已经接受了泽连斯基的邀请，将出访乌克兰。首相府还在一份声明中称，新任首相特拉斯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时，泽连斯基致电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是特拉斯的前任鲍里斯·约翰逊。而在竞选期间，特拉斯为争取保守党员的支持，提出到2026年要将英国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2.5%， 并在2030年提高到 3%。这一较为激进的国防支出主张与减税的政策似乎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虽然对俄乌局势颇为关心，但是特拉斯在担任约翰逊外交大臣期间却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当地时间2月1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到访俄罗斯的特拉斯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会谈中，特拉斯误把俄罗斯领土划归给了乌克兰。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在此次会谈中，拉夫罗夫和特拉斯就俄军是否应该撤离俄乌两国边境展开争论。随后，拉夫罗夫突然反问特拉斯：“您承认俄罗斯对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地区的主权吗？”特拉斯在短暂思考后回答：“英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英国驻俄大使布朗纳特随后向特拉斯解释，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是俄罗斯西南部的2个州，尽管与乌克兰接壤，但都是俄罗斯的1级行政区。对此，特拉斯表示，他当时误认为拉夫罗夫说的是乌克兰的2个地区。特拉斯上台以后，第一个出访国选为乌克兰，这都说明英乌关系不一般，反过来也说明了英国跟俄罗斯关系将持续的恶化。为什么特拉斯这么关注乌克兰？那英国脱欧以后他在欧洲大陆影响力下降了，他要试图采取强力的措施弥补英国在欧盟丧失的这种认同感和失去的影响力。最后呢，英国甘愿充当美国在欧洲最铁的伙伴。在特拉斯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演讲，他提出了3大优先任务亟待解决。那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英国的能源供应。那上周特拉斯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计划把家庭平均的燃气费和电费控制在每年2500镑。英国的普通民众承担得起吗？那大家对这个方案满不满意？曾先生，我相信这500镑的话，对于大多数的英国家庭应该是可以承受的。同时呢，他们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条件，比如说开放了一些戏院，据说是一些酒店能够冬天提供供暖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支付不起的人，就是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出现。另外的话，可能我们把视野再拓展一下看的话，引起能源危机很大的因素就是俄乌战争或者俄乌冲突，有可能随着俄乌战争局势的改变，那么会让英国的生活成本，特别是这个燃气成本会得到很好的抑制。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看法。我不知道特拉斯哪里来的底气能够说到他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能源供应的一个计划我不知道是不是画了一个大饼，他还不明朗，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计划当中都没有给出一定的细则，或者是给出一定的我们所说的策略和策划，到底分几步走，到底怎么做都没有，我们都一头雾水，都不知道他将来下一步会怎么做。那自竞选以来特拉斯提出的最核心的经济政策就是通过减税和改革来发展经济。那曾先生，您怎么看他提出的这个减税方案呢？减税的话，它虽然不能够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解决这个燃眉之急，能够就是说，让企业的成本更低。同时的话，对于那个特拉斯来讲的话，他仅仅是在保守党执政的最末端的时候，他接管了这个任务，那么他要面临的是下一任的选举，所以他必须要非常短平快的让经济看到一些起色，即使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或结构性的改变，但是能看到一些好的迹象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采取减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从特拉斯上台以后，他采取一个最大的一个措施，就是冻结全国的电价，也就在2年之内这个价格不变。这样呢，他的目标呢，希望让英国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电。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呢，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性。我们说它进行这个限电，在2年内进行限电，这样的话呢，2年当中这样一个电费的这个整个成本需要大概1500欧元。那么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成本，它需要政府财政来出纳。那么现在另外一个政策，它要减税，它的公共财政开支居高不下，也不可持续。这样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对整个英国的一个社会稳定也不是很有利的。说在目前英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之下，它采取一个减税的一个措施，不利于英国的经济的长期发展。刚刚上任1周的特拉斯政府已经迎来了艰巨的挑战。在英国面临着经济不景气、能源供应困难、国内的分裂势力甚嚣尘上的多重困境之下，又遇上了英国女王去世，英国内部的凝聚力也再次遭到削弱。那在这种困局之下，英国未来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什么？特拉斯政府能不能有力地带领英国走出困境？特拉斯他呢以大胆而著称，而不考虑当今英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现实采取减税的措施。另外在用人上只挑选忠诚于自己的这些官员，这呢这个是整个内阁它的为英国这保守党分裂也埋下一些不利的一些因素。再加上它一个减税措施是会加速已有的通货膨胀，不利于
这个整个解决英国当今的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问题，反而会为未来埋下更大的一些灾难。至于说内部凝聚力的再次遭到削弱，这个我觉得查尔斯三世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国王，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能够更好的让英国的社会、议会、政府包括王室能够和谐共处，向更好的方向去迈进，还是说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或者他个人的经验的原因，能够造成一个不必要的紧张，这个可能对查尔斯的挑战会更大一点。而特拉斯的话，他仅仅是一任首相，解决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的话，非常好，加分；如果觉得不好的话，那就换一个新的政府上继续看待。